铁侠牺牲之后，17岁的彼得·帕克只想做回普通人，望着衣柜里挂着的初代蜘蛛战衣，又看了看托尼送给他的纳米战衣，彼得这次出门一件都不想带。这是朔灭恢复之后学校组织的第一次集体出行，这趟旅行彼得就定了一个目标，必须跟 MJ 表白，毕竟梅姨都已经跟哈皮谈上恋爱了，他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就只有当电灯泡的份儿了。为了能够接近 MJ， 彼得多次略施小计，结果每次都被同学无意间搅黄，而内德前一秒还在嘚瑟单身的自由，下一秒飞机落地就光速脱单了。这波操作把彼得看得直接破防。没多久，一行人坐着小船晃进了威尼斯水城，彼得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的空当，准备开口，水面上突然出现了奇怪的现象，连井盖周围的水位也在瞬间往下降，平静的河道一下变得浪花翻腾，水底下明显有什么东西在游。紧跟着一声爆炸，把整片河水炸上了天，所有水在半空中聚成一团，变成一个巨型水怪，那东西抡着拳头四处乱砸。人群惨叫着到处跑，彼得这次没带战衣，身上就剩一副蛛网发射器，转身朝水怪射了几发蛛丝。这波操作基本等于给人家挠痒痒。水怪正想往人堆里冲，彼得连跳过好几个木桩挤进去，先疏散人群。刚回头，水怪的拳头就糊脸上了。就在这档口，天上突然冲下来一个手持法盾，头上顶着鱼缸头盔的陌生人，二话不说，直接跟水怪正面硬刚，还不停射出绿色激光。来回过了几招后，水怪抬起双臂放大招，神秘人撑开护盾硬顶了回去，打了一阵，水怪终于亮出全力。旁边已经戴好面罩的彼得赶紧过去帮忙，神秘人怕伤到路人，干脆掉头把水怪往小镇外面引。彼得射出蛛丝，一路追着跑，路上还不停补蛛网拉住两边快要塌的楼。打斗过程中，水怪一拳抡中钟楼，彼得立刻朝两边屋顶各射一束蛛丝，硬是把整栋钟楼给拽住了。神秘人趁机使出三角法术锁住水怪双臂，稍一发力往两边一扯，那头庞然大物当场被撕成两半。这人一出手就把所有人救了，直接收获了全场民众的欢呼和掌声。电视新闻马上开始滚动报道，班里的同学全在猜这人是谁，一夜之间全员变成他的粉丝，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秘客。彼得看到这阵仗心里还挺高兴，有神秘客负责拯救世界，他终于可以专心谈恋爱了。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晚上回房间休息，身后的小胖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发麻醉针直接放倒。原来福瑞早就在房间里等着了，他说前几天墨西哥出了风元素袭击事件，他赶到现场的时候正好看见神秘客摆平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土元素。福瑞打算带他见见神秘客。去基地的路上，福瑞递给彼得一副眼镜，这是托尼指明留给他的。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福瑞把托尼的交代说完，就把他领进一个临时基地。一进门，彼得就见到了神秘客昆汀。昆汀自我介绍说，来自833号地球，那个宇宙已经被这种从黑洞里钻出来的元素生物消灭干净了，他是唯一一个跑出来的。这些元素生物会不停吞噬一切。他来到彼得的616号地球，就是不想让悲剧再演一遍。神秘客有作战经验，要是再加上蜘蛛侠打辅助，福瑞觉得最后一个最难搞的火元素也能拿下。根据预测，火元素会出现在布拉格，可彼得说自己要跟同学去法国，突然消失肯定被怀疑，所以当场拒了。其实他就是觉得神秘客一个人完全能搞定，自己不想错过跟 MJ 表白的机会。福瑞也没硬拦，因为这只老狐狸早就让手下跟老师打好了招呼，直接把下一站目的地强行改成了布拉格。彼得看见行程脸都绿了，但也只能老老实实上大巴。路上无聊，彼得掏出托尼给的那副眼镜，戴上看着跟普通眼镜没区别，可他嘴里一喊出伊迪丝内置智能系统，直接亮了，虹膜识别加生物验证一过，彼得就能用这副眼镜调动托尼留下的整套现实安全和防御系统，跟贾维斯一样，几乎是全知全能。他想试试这东西到底有多大能耐，就让伊迪丝锁定了一直在追求 MJ 的布拉德。他压根不知道锁定这个词在伊迪丝的系统里直接就等于击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钢铁侠的防御卫星已经放出了一架攻击无人机。看着无人机呼啸而来，彼得大脑当场死机，一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除指令。一拳打晕那个拿走眼镜的同学后，眼看已经来不及了，彼得只能强行手动制止。Commencing second strike. Peter, plant your fanny in that seat and buckle up right now. Look at the baby mountain goats! Baby mountain goat. Don't see any mountain goats. You missed him.
完事后，彼得躺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差那么一丁点，他就因为操作失误把自己同学给干掉了。很快，彼得他们到了布拉格，神秘客和福瑞早就等在那里。神秘客说，再过几小时火元素就会现身，希望彼得能帮忙。彼得再一次拒绝了他。福瑞这下直接炸了，忍不住当场爆粗。Stark gave you a multi-billion-dollar AR tact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and the first thing you do with it is try and blow up your friends. It's clear to me that you were not ready for this. 彼得被骂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于是他换上福瑞专门给他定做的夜猴侠战衣，蹲在广场钟楼上等火元素露面。没过几分钟，地表就被岩浆撑裂，火元素出现了。而不远处的神秘客也火速往彼得这里赶，还没有等他就位，巨型火怪朝彼得袭来，他射出蛛丝发起攻击，结果蛛丝被高温直接烧断。好在神秘客及时赶到，用能量屏障顶住了火怪的攻击。火怪开始疯狂输出后，两人也渐渐撑不住，决定分头走。小蜘蛛用蛛丝飞速攀到高处，来了一个华丽的向后翻转3周半，落下来的时候顺手捞起一块巨石往怪物身上招呼，神秘客紧跟着补法术，两人合力把怪物夹在中间，怪物一拳把彼得砸飞。与此同时，福瑞已经带着增援赶到，可怪物转头就扑向摩天轮，想吞金属强化自己。更要命的是，彼得的同学全在上面。危急关头，神秘客果断上前挡住怪物，彼得趁机射出蛛丝冲过去救人，结果无意中射中了一个悬在空中的不明装置，用力一拉，把东西甩到了女神 MJ 跟前。打斗中，火怪身后的脚手架恰好塌了，让原本快被压制的火怪瞬间回满能量。眼看火怪比旁边的楼还高，神秘客最后决定牺牲自己，一头扎进怪物身体里。怪物全身立刻泛起绿光，身体开始从内部瓦解。最强的火元素怪就这么被他俩联手打没了。神秘客倒是没受什么大伤，整场仗打下来，他出尽风头。彼得的那点发挥，基本就是个全程划水的群演。福瑞对他失望透顶。Stark chose you. He made you an Avenger. Maybe Stark was wrong. 彼得红着眼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福瑞这话真的太扎心了。连着打完这2仗，彼得好像终于认命了，觉得自己可能真不是当英雄的料。于是他把伊迪丝掏出来，亲手递给了神秘客。这白送的大礼，人家怎么好意思不收？神秘客当场笑纳。可彼得打死也想不到，他转身一走，酒吧里所有的人和场景全部凭空消失。刚才的一切全是神秘客用全息投影布下的障眼法。他真正的目标就是骗到小蜘蛛手里的伊迪丝。原来这个所谓的神秘客不过是史塔克工业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前员工。全息投影确实是他发明的，可托尼拿这项技术来治自己的心理创伤。看到这种本来能征服世界的技术被这样扔在角落，昆汀一直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联合了一帮同样被史塔克工业踢出来的同事，把全息投影直接武器化。现在有了伊迪丝加持，他将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可彼得起初完全不知道这些，他正处在成功约到 MJ 的狂喜里，他想找机会正式表白。没想到 MJ 早就发现了他就是蜘蛛侠，还捡到了在大战时彼得击落的东西。两人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直到他突然自己启动。The hell was that? 刚刚那一幕真实到让两人头皮发麻，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正琢磨的时候，装置又启动了。这次放出来的正是刚刚两人亲身经历过的一切。彼得一下子全明白了，所有元素怪物从头到尾都是假的。I am Spider-Man, and I really messed up. 与此同时，昆汀也发现丢了一套投影设备。通过伊迪丝，他瞬间锁定了装置的位置，也知道彼得已经看穿了一切。为了自己的大计，彼得必须消失。与此同时，知晓一切的彼得火速来到柏林，找到福瑞，把所有事一五一十全说了。可就在这时候，他的蜘蛛感应突然察觉到了危险，他知道昆汀来了。身旁的希尔特工突然逐渐消失，整座复联的大楼也现出了原本的毛坯模样。彼得再一次掉进了昆汀的幻境。福瑞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无人机一枪击中，彼得也中了一枪，被轰飞出去，砸到楼下。爬起来的时候，数不清的无人机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刚想射蛛丝打掉几架，眼前的一切又悄无声息的变了。战衣变回了2代那套，射出来的蛛丝莫名其妙变成绿烟，回头一拳砸过去，直接打在墙上。又看到 MJ 被一把拎起来扔进深渊，彼得想都没想，纵身跳下去，结果摔了个狗吃屎。刚站起来又被瞬间拖回自己家门口，然后迎面一记重拳把他轰出整栋楼，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彼得已经完全分不清现在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头顶无数无人机像碎镜子一样砸下来，他又被拽回幻境最深处，看着镜子里浑身是伤的自己，他刚伸出手想碰一下，突然成千上万个蜘蛛侠从4面8方涌出来，全扑到他身上，一顿暴揍。好不容易挣脱出来，身上战衣又变回最初那套最寒酸的版本。昆汀突然出现在背后，开始猛攻，两人直接打起来。彼得朝昆汀射蛛丝，用力一拽，差点被吊车砸成肉泥。打斗中，彼得再射蛛丝，昆汀击中了旁边的大雕像，雕像整个砸下来压住了彼得，可他没受重伤。抬起头的时候，眼前出现了托尼的墓碑。更瘆人的是，托尼居然穿着刚
钢铁战甲从地底下往外爬，彼得吓得连连后退。很快他又被拖进一片雪地后，脚下不停冒出高楼大厦。彼得就这么被昆汀耍猴一样来回折腾。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原来是幻境外面的福瑞开枪打倒了昆汀的人。神盾局的人跟着冲进来控制住现场。福瑞问彼得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彼得情急之下把内德他们全交代了，但他又上了昆汀的当。眼前这个福瑞竟是他变的。假福瑞把彼得骗到轨道上，下一秒列车疾驰而来，把他直接撞飞。彼得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爬进车厢，整个人彻底昏死过去。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荷兰一间看守所里了。趁安保没注意，他轻松撬开门跑了出去，找路人借了部电话打给哈皮。没过多久，哈皮的飞机找到他。彼得看到哈皮的一瞬间再也绷不住了，直接抱住对方崩溃大哭。他觉得自己已经把托尼的信任全糟蹋了，把唯一留给他的眼镜亲手送给了敌人。最好的朋友们生死不明，整个伦敦都要跟着遭殃。也许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继承人，虽然人人都希望他是，可事实是没人能成为第二个钢铁侠。哈皮听完赶紧安慰他，告诉他托尼活着的时候也老怀疑自己做的一切，唯一没怀疑过的就是选了他当接班人。托尼希望就算以后没了钢铁侠，蜘蛛侠也会第一个站出来保护大家。听完这番话，彼得重新把状态捡了回来，但想干翻昆汀，他还需要一套新战衣。 I need a suit. Suit? 哈皮打开身后托尼留给他的装备库，彼得眼前是一整套由斯塔克工业最顶尖的纳米打印技术和全息操作系统堆出来的移动战甲制造工坊。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刻，这是托尼留给他的最后技术支援。他把手放进全息投影矩阵里，各种参数和空气动力学模型被他飞快点选调用。哈皮看着彼得全神贯注的侧脸，和当年窝在地下室里亲手组装战甲的托尼彻底重叠在了一起，眼眶一下就红了。You take care of the suit. I'll take care of the music. Oh, I love Led Zeppelin. 经典曲目《Back in Black》在机舱里轰然炸响，古典一起 3D 分子打印机开始高速运转。没过多久，一套兼具力量感与暗黑风格的黑红战衣直接诞生。可就在他俩拼命赶工的时候，昆汀的终极表演已经开场。拿到伊迪丝的他调集了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群，准备启动自己的邪恶计划。为了灭口，他把知道内情的内德和 MJ 列为第一批目标。天空乌云密布，内德他们刚下大巴，整辆车就被狂风掀上天，撕成碎片。一只融合了风水土火4种元素的超级怪物出现了，目标直接锁定内德。就在这时候，昆汀像救世主一样登场，一记猛冲撞向元素怪物。当然，这怪物也是幻象，真正的昆汀正躲在走廊里自导自演，一切都是为了彻底拿下所有人的信任。突然换上新战衣的彼得从空中直扎进怪物身体里面，情况跟他之前猜的一模一样，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无人机，正在有序播放全息影像。彼得用蛛丝在无人机之间来回穿梭，最后织成一张巨网，把所有无人机全串在一起，然后放出999伏电击，无人机全部报销。元素怪物的幻象跟着烟消云散。昆汀眼见骗局要穿帮，恼羞成怒的命令伊迪丝把所有无人机全锁定彼得，彼得只能靠着蛛丝不断躲闪。彼得靠反应速度，虽然已经干掉了大半无人机，可数量实在太多了，最后连蛛丝发射器都彻底废了。他徒手拆开一架无人机，掏出核心装置，现场做了一个简易炸弹，又从废墟里捡起一块破牌子挡在身前。这一幕你们知道致敬了哪位超级英雄吗？他一个极限冲刺，把炸弹丢进空中，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群。彼得借着爆炸的冲击波直接弹射到昆汀面前，一把抓住他，结果下一秒就被无人机一炮轰飞出去。等他再爬起来的时候，昆汀已经调来好几排无人机对着他。彼得又一次被拖进幻境，这回他没怕，他完全冷静下来，闭上眼睛把蜘蛛感应开到最大，接着上演了一波炸裂全场的逆天操作。
昆汀疯狂指挥无人机反扑，彼得3-2下就把他们拆了个七零八落。混乱中，无人机还误伤了昆汀。看着昆汀浑身是伤瘫在地上，彼得心里清楚，这也全是假的。转头一看，真正的昆汀正打算溜，他的阴谋最终还是被彻底拆穿了。彼得重新接管了伊迪丝，庞大的无人机群开始撤离，世界终于安静下来，彼得也终于把美人抱在了怀里。可这件事根本没完，昆汀临死前早就录好了一段视频，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蜘蛛侠的真实身份直接爆了出去。Spider-Man's name is Peter Parker. What the